苏小璐把皮皮虾号拧起来，小家伙就开始蹬腿。苏小璐抱住他，他就蹭苏小璐手心，轻轻舔舐苏小璐手心。苏小璐捏开他的嘴巴，看见一口细密的小牙齿，看着是尖的，苏小璐用手按了按。皮皮虾号挣扎，苏小璐松开，他就蹭了蹭苏小璐，然后躺在苏小璐怀中翻滚出肚皮，没多久就睡着了。苏小璐捏捏摸摸，玩了好一会儿，才把皮皮虾号放回窝里，他自己也出了空间。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苏小璐就出去帮吴老头擦药，然后再回房睡觉。在镇上住了4天后，京城派来掌管此次异域的人来了。第2天，苏小璐师徒3人就去应征了。应征的过程和那次在芙蓉州那边差不多。苏小璐进去一看，发现是熟人。楚进看见苏小璐师徒也很欣喜，他手里拿着长剪，大步走过来。哈哈，小璐，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们，哈哈，我实在是太高兴了。阿崇总说你武功好，不输于他，这回我可要领教领教了。苏小璐对他抱拳，请。楚进也还了个礼，然后开始出手。苏小璐和苏虫不一样，她身姿轻柔些。楚进想用利刀制服，但苏小璐比泥鳅还滑。她的剑，她的手就跟没骨头一样，她的剑好似长在她手上一样。不管是脱手还是转动，剑都能顺利回到她手上，招式也出其不意。一开始还齐平，但慢慢的楚进就落了下风。楚进没想到苏小璐这么厉害，他输是必然的结局，所以他俯身后退，然后对苏小璐抱拳，我输了，甘拜下风。过奖了。楚进看了看归游和吴老头，他摸了摸头，两位前辈我就不一一讨教了，我们去里面登记一下吧。苏小璐他都打不过，这2位还是苏小璐的师傅呢，他又不傻。识趣。多谢前辈谬赞。反正他脸皮厚。苏小璐3人离开院子，进去内屋，踏入屋内，在登记的人头也不抬。姓名、年纪。苏小璐看见老熟人金七。苏璐，14。金七抬起头，看见苏小璐，立马就站了起来。苏姑娘，是你们？看着苏小璐和吴老头还有归游，金七顿时笑起来。金七，现在你得叫我苏公子才行。金七看着苏小璐男装打扮，顿时反应过来，连连点头。对，苏公子。苏公子，主子看见你一定会很高兴的。他在哪呢？他也有好几个月没见到周志了，不知道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你们跟我来。金七前面带路，苏小璐跟上。吴老头和归游面色沉着冷静。吴老头用眼神示意归游，怎么办？他一点也不想苏小璐和周志过多接触，最好是别见面。归游的面色没有任何变化，他没有吴老头那么坐不住。小璐。苏小璐看着周志，只觉得他是越来越仙了，一身白衣，身姿俊逸，墨发浅束，朝着他走来，衣袂轻轻翻动，好看极了。4哥气色看起来还不错。见过2位前辈。周志轻轻拱手，低头和归游吴老头打了招呼。吴老头只是淡淡的应答了一下。你似乎有些不一样了。归游看着周志，感觉他好似不一样，气息变了。2位前辈，小璐，你们跟我来，我和你们细说。周志浅浅一笑，没有隐瞒的意思。他对吴老头和归游很尊重，伸手做了个请的手势。吴老头和归游没拒绝，朝着屋内走去。苏小璐走在2位师傅后面，感觉袖子被拉了拉，一个绿色的果子被一根藤蔓卷住递给他。他朝着周志看去，见他嘴角有浅浅弧度，虽没有看他，却含着笑。哥哥给妹妹的头喂。苏小璐拿了果子，还别说，心里挺开心的。之前没有进镇子，他们一家人还守着村子的地，每年耕种秋收，常常吃到野果子。哥哥们空闲了也会摘果子分给他们吃。进镇后就少了，进京城后就没有吃过了。突然的投喂，苏小璐一下子就想起了从前，非常的开心。果子绿油油的，闻着清香，他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果子，但肯定是能吃的。他咬了一口，眼睛都亮了，真好吃啊，很甜，很多汁，皮脆果肉软，没有籽。
也就比婴儿拳头大一点。苏小璐2-3口就吃完了，她感觉自己这时候有点像猪八戒吃人参果，吃完了但意犹未尽，还想吃。好似知道她还想吃一样，周芷又暗暗地送了一枚过来。苏小璐看他一眼，周芷对他温和地笑了笑，动了动嘴唇。快吃。苏小璐看懂了，谢谢四哥。苏小璐也无声的道谢。这一次她小口品尝，真好吃，也不知道是什么果子。进屋之后，周芷请归游和吴老头坐下，苏小璐也坐下。前辈有了异能之后，是否感觉到灵气吐纳可以如同习武之人的内功一样，越练越好？是有此感。吴老头也点头，他以前武功不好，没有什么内功，但从吃过灵液提炼的丹药，又感悟了异能之后，他也有了内功。每一次练功虽然很艰苦，但结果都很不错，他的内功日益增长。对，上古时期没有武学，只有修士修真，人人向往修真彻成仙。而修真分为12等级：筑基、开光、融合、心动、金丹、元婴、出窍、分神、合体、洞虚、大成、渡劫。只有筑具灵气筑基的人才算是踏入了修真，而每一个等级的晋升也必定会天降雷劫。前阵子我历经了一场雷劫，我已经筑基成功了，所以前辈会觉得我有些不一样。与我们此世界相融的异域，从种种的迹象来看，还处于上古时期。2个世界相融之后，我们也能与曾经的修士一样，踏入修真路，追求仙道。2位前辈，能筑基是有所感应的，那种感受就像是一个水缸装满了，那时候就离雷劫不远了。这初期的雷劫还好，用内息就能挡，一些避雷的武器也能挡雷。但是古籍记载，修真之路艰险，雷劫会越来越厉害，仙道难走。多谢冥王慷慨告知。归游对周芷拱拱手。古籍也有记载，修仙之人寿元高于常人，但那些距离我们太遥远了，那些零散的古籍许多也拼凑不齐了，这一点还需要在往后的岁月里才能知晓了。他筑基后隐约能摸索到一些，但仙道之路艰险又漫长，即便是上古时期的修士都难看透。如今2界相融，灵气复苏，他们走了数万年前先辈走过的路，但最终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多谢了。归游真挚的道谢，就如周芷所说，以后的许多都要等以后才知道。但当下大家都在摸索，这些消息都是可贵的。周芷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这就像是拨开了前方迷雾，渐渐的有一条明朗的路出现，让大家知道该怎么走，这是好事。此番进异域视情况而定，如果可能，我们要更深入腹地一些，还请2位前辈做好准备。对异域的探索太少了，他们应该要更深入些。这一次他会带着人深入腹地去，前期做准备的时候就难免长一些。那便不打扰冥王了。归游和吴老头起身，苏小璐也跟着起身回去。走着，苏小璐感觉手心被挠了一下，她低头一看，又是一枚果子被藤蔓卷着送来。她拿了果子回头，周芷就站在门口望着她笑。苏小璐挥挥手回以微笑。回到家，苏小璐把果子拿出来。师傅，归游师傅，你们尝尝这个果子，四哥给我的，可好吃了。他什么时候给的？吴老头警惕地眯了眯眼睛，给东西怎么不正大光明的给，偷偷摸摸的，看着就没安好心。就是刚刚啦。苏小璐有点心虚，她悄悄吃了2个。归游倒是平静，拿过来闻了闻之后放下。既然是给你的，你就吃吧。你叫他一声四哥，也救过他那么多次，什么都吃得。他也算有良心，有好东西就记着你，应该是拿你当真妹妹宠了。他对你好，你对他也没差，兄妹之间不用计较这些。他和苏虫、苏华是一样的，今后你有什么好东西，也会记得他这个哥哥的。吴老头神色缓和，抚了抚胡子。没错，丫头，你吃吧。他真心拿你当妹妹，你也拿他当亲哥哥就行。2位师傅放心，我会的。周芷拿他当妹妹，他肯定也会拿周芷当哥哥，和他大哥二哥一样，多一个哥哥疼他，感觉真好。拿着果子，苏小璐咽了咽口水。师傅，那我吃啦。归游和吴老头点头，
他们犯不着和小丫头抢个果子吃，小孩子才爱吃野果子什么的。他们努力的让苏小璐将周芷当亲哥，这一点成功就行。苏小璐捧着果子回到房间，小口小口的吃，最后剩下一点，他进了空间里准备给皮皮虾号吃。皮皮虾号依然趴在界面石上努力，苏小璐给他果子，他也非常开心的吃了。吃完和苏小璐一开始的感受一模一样，意犹未尽的咂巴着嘴巴回味，但似乎又想不起来。皮皮虾号蹭了蹭苏小璐的手心，又舔舔他手指，好似在询问还有吗？还有吗？没啦。和皮皮虾号玩了一会儿，苏小璐检查了一下药材，又看了看灵泉水里面的鲤鱼，才出去。皮皮虾号还小，也不能真的吃了界面石，苏小璐就随他去了。而且那么多界面石在空间里，他也吃不完。不过他得了周芷的头位，还没给他号脉呢，所以晚上的时候，等两位师傅都睡下，苏小璐悄悄出门了。他来到周芷暂住的地方，似乎是知道他来了，他刚到，门就开了。苏小璐进屋，周芷已经躺在床上了。四哥，我来看看你，给你把脉。会看花本子的周芷感觉好可爱。周芷面带浅笑，他伸出手来，苏小璐捏着他的手腕，感受他的脉搏。周芷的手很好看，手指修长，熬过解毒之后，他的身体从虚弱中恢复，有几分清瘦。但他身体大概就是这样了，再怎么吃也吃不胖。他的脉象平稳，余毒也压制得很好。看来四哥的心情很不错啊。心率会快一点，他脸上也带着笑意，一眼就看得出他心情很好。看见小璐就会很高兴。几个月没见，苏小璐又长开了一些，怎么看都好看。我看见四哥也高兴。哦，对了，四哥，你给我吃的果子哪儿摘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好好吃。周芷伸出手，让苏小璐看见他手腕绿色的环痕印记。印记长出来的，1月会结出来1枚。果子会加强你身体的防护，对你筑基应付雷劫有助的。周芷看着苏小璐愣住，忍不住伸手捏了捏她的脸颊。那我一下子就吃了3颗，这也太暴殄天物了。1个月才结1颗，1年也就12颗，他一下子就吃了3个。苏小璐顿时就感觉像是一下子花去100万两银子一样心疼。没有，这果子只是吃了对身体有益，也不能治病什么的。小璐不必觉得心疼，四哥本就只准备给你。那不行，你还有余毒没有清呢，这得留着给你解毒用。苏小璐连忙摆摆手，她都吃了3颗了，已经够了。好，听小璐的。周芷的笑意里带着宠溺。小璐，此次北上感觉怎么样？他拿出一块石头来。四哥，你摸摸这个石头看看。界面石，他碰石头会有石头的信息，牛仔他们碰是没有的。那周芷呢？周芷拿过石头，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这石头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寻常，质地摸起来很像是玉石，但是重量不对。那四哥你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破开。周芷都筑基了，实力不一样，算是走上修真仙道的人，说不定他能在界面石上做点什么。苏小璐看着周芷手心冒出荆棘刺针，针上还带着一股灵气，他准备把这个石头这样刺破。但过了一会儿，周芷露出意外神色。这个石头破不开。四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什么？苏小璐拿过石头。这个石头很特别，四哥若是遇见，不妨多收集一些。我这是在雾里找到的一些，我摸着这个石头，有关石头的作用我就能够感知到。在常人看来，或许这只是一个特别的石头，很坚固，不是玉也不是翡翠，但在我的感知里，这个东西啊叫做界面石，用以连接2个世界的交汇处。界面石可以分隔2个世界，一旦界面石损坏，2个世界就相融了。这石头看不出来，它怎么连接起来？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我想着它这么特别，多收集一些总归是没有错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呢。好，我遇见了也收集起来给你，等你用得上的时候用。不用给我，四哥你留着就好。四哥，我这次能带一个人进去吗？他武功不算好，但力气比较大，没有异能，不过他吃过我提炼的丹药。可以。谢谢四哥。这次的物理异域隐约有许多兽吼，
代表临近雾的地狱是有猛兽出现的，里面的危险不可估计，也难控制。实力弱一些的进去，机遇多，危险也多。但如果有实力强的护着点儿，那几乎是100%获得好处的。苏小璐回家安心睡下，接下来的几天就是练剑等候。周至这边速度很快，5天之后就做好了全部的准备。这次应召前往的足足有200人，大家都是习武之人。胡长寿提前来会合，和苏小璐一起走。知道可能会进去很长时间，大家多多少少都带有一些简单的佐料，毕竟进入异域腹地那么长时间，不能只靠干粮，所以食物来源都会从异域获取。从镇子一起过去，一路上也非常的热闹，有一些是在南山村住着的，也都等着到了村子就和他们会合。苏小芝早早的就站在门口向外看，他原本只想远远的看苏小璐一眼，但他看见了胡长寿，他心里就慌了。他不明白胡长寿为什么也要去，一时间心里都是惧怕。他顾不得什么，开门冲出来：“寿哥儿，你别去！”苏小芝害怕胡长寿会遇到危险，那地方他也听说过，里面有好的，也有人丢命在里面。他宁愿自己儿子永远做个平凡百姓，也不希望他去涉险。来脚步，他想了想，还是咬牙说道：“走吧，不用管他。”苏小芝叫住他，无非就是想阻止他。胡长寿好不容易才得到这样的机会，他不想停下来耽搁，也不想和苏小芝解释什么。但他没走几步，苏小芝就追了上来：“寿哥儿，你别去！”见胡长寿不理会自己，苏小芝立马就叫住苏小璐：“小璐，姑姑求你别让寿哥去了。”苏小璐也停下来，他先对吴老头和龟油说道：“2位师傅，你们先走，我们等会儿追上来。”吴老头和龟油点头，没有脱离队伍。快点跟来，别耽搁太久了。至于胡长寿会不会跟来，吴老头不在意，那又不是他徒儿，少个麻烦，他高兴还来不及呢。苏小璐点头：“表哥，去吧。”小璐，姑姑是你娘，她担心你，还是解释清楚好一点。胡长寿看着不远处的苏小芝，他朝着苏小芝走去。苏小璐也跟着他一起朝着苏小芝走去，队伍不会停下来，很快就会走过去了。苏小芝眼里有着担忧，看着胡长寿走过来：“寿哥儿，娘不想你去，咱们平平凡凡做不了那些大事。”说起大事，苏小芝下意识看了看苏小璐，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犹记得苏小璐才出生的时候，可10多年过去，苏小璐已经长成她不敢多看2眼的人了。而且苏小璐和苏三郎、苏崇、苏华很像，他们都是那么的独特，俗世说放下就放下了。苏小芝心情很复杂。娘，哪怕我是平平凡凡的人，我也应该为我自己想要的去努力。苏小芝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说。现在不是已经很好了吗？将来你小弟读书有了出息，他是不会忘记你的呀。这已经很好过了，如果苏崇、苏华念旧情，也不会忘记他的。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日子都差不了，为什么还要去拼命呢？娘，小弟有小弟的生活，我也有我的生活。他会不会忘记我是他的事情，我的生活我会自己过，我想要什么东西我会自己努力获得。这次也是我执意要和小璐一起去的，这是我好不容易求来的机会。该说的我已经说了，你当初执意留下，我、奶奶和小弟都尊重了你，现在我也希望你尊重我。这不一样，这是不一样的。寿哥儿，这是2件事，是不一样的。那毕竟是生我养我的爹娘，大哥他们都不管他们，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啊！他们给了娘一条命，娘这辈子都欠他们的。娘，苏小芝也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些不好，她望着苏小璐仓皇的解释：“小璐，小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你别多想啊。”小姑，没关系的，你怎么说都不要紧。我知道我爹娘问心无愧，我也知道我们一家人都问心无愧。曾经爹娘没有被分出去的时候，我爹干的永远是家里最多的活。都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爹可能命苦吧。大伯二伯娶妻都是正经的婚嫁，
轮到我爹就不看什么礼数了，随便买一个就成。我娘也没有什么好命，他们都不是什么强势的性子，在那10来年里，也就是低眉顺目的过日子。就连我大哥二哥脑子出问题也都忍，若不是爷爷奶奶容不下我出生是个女娃子，他们嫌弃我们一家人是累赘，一定要把我们一家人踢出去，我们一家人也不会在寒冬腊月就被赶出去。我知道麻绳专挑细处断，命运只扼苦命人，日子不过是好过了一点点就不安生了。爹娘只不过是不肯选择被打断脊梁骨低下头，才有了后来我娘以身饲虎，打下了一头老虎，为我们全家换来生机的那件事。我爹在那次瞎了一只眼，我大哥二哥也被老虎拍了几下，伤疤到现在都还在。我娘的一只手从此就废掉，提不了东西，拿不了重物。多亏命运眷顾才能有今日，我们从来没有对不起谁，所以小姑你说什么都不用顾忌我，我不在意的。我很骄傲我有这样的爹娘，多亏了他们的坚持，不然也不会有我大哥二哥他们的现在。若是当年他们没有这样坚持，或许如今的我早就已经像是被卖牛卖羊那样被爷爷奶奶随意发卖了出去吧。所以我会一直感恩我的爹娘，我为他们骄傲。苏小璐笑着说起这些简短的过往，她目光坦荡，直视苏小芝。她说的这些没有任何扭曲，都是不争的事实。苏小芝不敢看苏小璐，她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明明苏小璐没有对她做什么，她却觉得无地自容。但转念一想，苏小璐是怎么知道这些的？还不是赵氏和苏三妹告诉她的。把这些旧事说给苏小璐知道，无非就是希望苏小璐记仇。小璐，当年的事情你还小，你不懂这里面的复杂。这过去的我们也别说了，但是现在你能不能不要逼瘦哥为你卖命啊？就算小姑求你了。苏小芝转头对胡长寿说道：娘知道你也是不想去的，娘这就求小璐，求她放过你。胡长寿当即就崩溃了，他跪了下来：娘，你说什么都行，你怎么想都行，但我求你不要这样说小璐，不是他逼我去的，是我求他带我去的。娘，咱们不能忘恩负义，当年若不是三舅帮我们，哪有我们的现在？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说这样的话，你不是在挖儿子的心吗？你说的对，毕竟是你给了儿子一条命，儿子如今也没有娶亲，没有子嗣，了无牵挂。你若要拿走，你便拿去，你尽管拿刀来取，儿子绝不会还手，不会挣扎一下。只求你不要把任何人牵扯进来，咱们母子之间的事情就咱们母子来解决。胡长寿心里难受极了，苏小芝说的那些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刀扎在了他的心上。他如果不明是非，不懂道理，那他也就会和苏小芝一样，心里对苏三郎一家有不满。可他偏偏没有。他深深地记得苏崇、苏华对他的好，他们也教他识过字，他们对他很温和。苏家人所做的一切，他也都是看在眼里，所以他不能认可苏小芝。但苏小芝是他娘，他也割舍不了她，因为他娘没有打他骂他，他只是在用他觉得好的方式爱自己的儿子。但这样的爱太沉重了，他受不起，唯有拿命来还。没有，娘不想要你的命，你快起来呀，娘是希望你好啊。苏小芝想把胡长寿拉起来，胡长寿却怎么也不起来。小璐，你去吧，我不去了，不用等我了。胡长寿知道苏小芝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他改变不了苏小芝，也只能改变他自己。他能做的就是不牵连苏小璐，欠下的太多了，他怎么能没报恩，还给人带去麻烦呢？苏小芝听着胡长寿这话，还流着泪水，却已经有了些喜色。小璐啊，你听见了吧？寿哥他不去了，你自己去吧，不用等他了。小姑，我听见了，我这就走。苏小璐看着苏小芝明显松懈的神色，她转身去，走了2步，她又停顿了下来，转过身看着苏小芝非常紧张的样子。小姑，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小姑的时候，小姑对我说的话。小姑说四妹乖，给小姑抱一抱好不好？我一直记得，却不知道小姑
是否已经忘了？苏小璐说完，没等苏小芝惊诧的神色，转身头也不回地运用轻功离去。她如一只雁，轻盈快速地掠过，消失在苏小芝的视线里。苏小芝心里掀起了惊天巨浪，她身子微微发颤。怎么会？怎么可能？尘封的记忆如潮水往脑海上涌。她想起那一年，她在看望过苏三郎和赵氏，知道他们被分出去的原因后，退下手腕的银镯给赵氏，也宽慰了赵氏一定会熬过去。她才去看苏小璐。那时候苏小璐小小的一团，非常的乖巧。她是那么的乖，她看着只觉得心都化了。当时想的是，这么乖的孙女儿，为什么爹娘容不下？她那时候心都是疼的。她对苏小璐说出的第一句话，夹杂着她作为小姑的心疼和关心。四妹乖，给小姑抱一抱，好不好？一字不差。苏小璐当时只是个婴儿啊，她怎么可能记得呢？怎么可能呢？苏小芝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揪紧。苏小璐记得，那就代表这么多事情不是谁告诉她的，而是她自己听见的、看见的、记住的。苏家经历的所有苦难，熬过那么多的苦，她都记得。苏小芝的心像是被锤子狠狠捶打。我不是要他们原谅什么，我只是觉得过去的都过去了而已，我没有坏心的。娘愿意做，那娘你自己做好了，何必强求别人呢？我没想强求他们，他们不也没有按照我说的做吗？我三哥还因为怨了我，疏离了我，他宁愿和陈家走得亲近，也不愿意亲近我了。娘是觉得三舅舅给的还不够多吗？我没有。还有，就算你不承认，你也有。在那些王氏问你要银子，你被王氏打骂的时候，你怪三舅太狠心。明明有了那么多银子，却不能帮一帮你，你怪三舅舅太记仇。日子好过了，干嘛要记着旧事？你就是怪他们。我错了吗？他们本来就是骨血兄弟啊，娘是月怀胎生下他，我们都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为什么一定要上升到血海深仇去呢？娘只是希望他大度一点，宽容一点。苏小芝心里很痛，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连他的儿子都不理解他，要用这样陌生的眼神看他？哼，娘这么有大义，当初为什么不去替三舅他们出气？当时为什么不去责怪大舅二舅他们没念着兄弟之情？怎么不去问外公外婆他们为什么不念母子之情？为什么不去责怪他们期盼着三舅一家死在那个冬天？娘当时为什么不去？娘可别跟我说你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话听了让人恶心。娘现在不顾婆家不顾儿子，也要一意孤行，不正是在做娘心中的大义之人吗？现在都做了，当时怎么不做？苏小芝哑口无言，她几次张口都说不出一个字来。寿哥，我是你娘啊。是啊，你是我娘，正因为你是我娘，所以我才尊重你。但无非就是你生了我，你给了我这条命而已，我不要了，还给你。娘，要么你现在把命取走，如果你不杀了我，那我就要进去雾里。苏小芝心都在发颤，她哭不出泪，动了动嘴。可是小璐已经走了，你赶不上他们了。胡长寿在这儿耽搁了这么一会儿，掉进雾中异域的人已经看不着了。那些人个个都是有本事的，胡长寿是赶不上他们的，他们都要结伴而行。胡长寿没有那功夫，他只身进去，苏小芝不敢想。他跪下来抱着胡长寿。不行不行，娘不准你去，娘不能让你去送死啊。娘，就是你让我去送死的呀。我本来跟着小璐进去，有小璐保护我，我遇到危险的概率就少得很多。是娘阻拦了，是娘断了我的生路。如今我自己进去，哪怕一进去就被猛兽咬死了，那也是娘你的错，都是怪你。如果不是你阻拦，我至少不会独身一人去面对。没有没有，
娘不是想让你去送死，娘是为了救你，娘是为了你好啊。苏小芝心都快疼死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不想这样的。我也不想和你说这些废话了，要么杀了我，我承认你是我娘，我的命是你给的，我现在把命还给你，如此我就不欠你了。你只要不杀我，我就会去，要么死在你这里，要么进去异域里，你就想吧，在这2个时辰，我就在这跪着，等你想清楚。胡长寿说完就闭上眼，不肯再看苏小芝，也不肯再理会她。苏小芝只觉得心都碎了，她反悔了，她不该阻拦的。苏小芝看着去路，都是娘不好，娘不拦着你了，你现在去，你快点去，还能追上他们的。胡长寿却一动不动，苏小芝心慌极了。小鹿说不定还在等你呢，他要是想带你去，就一定会等你的。哼，多谢娘提醒了我，2个时辰不够，那我就在这儿住一晚，明天我再去，这样小鹿就以为我改变了心意，不会等我了，我会死在里面。都是怪你，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我恨你。苏小芝难以置信地看着胡长寿眼里的冷漠，他眼神无处可藏，他能找到的任何理由都被胡长寿粉碎了。他怪不了别人，只怪他自己。胡长寿说不走就不走，苏小芝泪水都流干了，也没有办法，后悔也没用了。他想叫胡长寿起来吃饭，胡长寿也不起来。我的命是你给的，你要拿走就杀了我，我还给你。除了这句话，多余的胡长寿再也不肯说了。晚上，苏小芝去村里送饭，眼睛都是红肿的。她来得晚了，才到就听到了王氏的咒骂。王氏狠狠地敲打床头，一直敲出当当当的声响，一边敲一边咒骂。苏大郎和苏二郎2家人都不管，王氏和苏老爷子住的屋子外根本没人靠近。苏小芝心里难过，她推门进去，还没有开口说话，王氏就用棍子砸了她。你这个烂皮骨的贱蹄子，贱货，你是不是想我们死啊？你烂良心的东西，你是不是也和那些烂良心的一样？你为什么现在才来？你就是想饿死我们是不是？苏小芝心里充满了委屈，她哽咽地捡起地上的棍子，明明很想对王氏诉说委屈，可话到嘴边却被王氏那恶毒的咒骂覆盖。她只能把所有的委屈咽下，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饭菜取出来给王氏，又含着泪喂苏老爷子。王氏一边吃还一边骂：哭，你哭死啊你！你这个烂东西，要死也是你去死，我们老2口一定会长长久久的活着，看你们这些烂东西一个个死光死绝。苏小芝一边擦去泪水，一边喂苏老爷子。苏老爷子已经说不出话了，全身上下手指头只能动一动。他望着苏小芝，眼里有着苏小芝很陌生的情绪。苏小芝忍着心里强烈的悲痛，将泪水反复擦去，一口一口地喂着苏老爷子吃着。喂完了苏老爷子之后，苏小芝又给苏老爷子收拾床铺洗漱。王氏已经吃好了，他还是在咒骂。苏小芝没有注意到的是，王氏也哭了。等苏小芝收拾好准备回去了，苏小芝却感觉到自己的袖子被拉住了。她回头看，苏老爷子紧紧拽住她的袖子。苏小芝不解：爹，我要回去了。苏老爷子眼睛斜下来，好似有什么话要说。王氏拿着棍子拍打床铺：死贱货，你没看见你老爹要说话吗？你走了就烂心肝全部死掉。王氏的咒骂一下一下地刺痛苏小芝的心。她掰开苏老爷子的手，却发现苏老爷子手心有一块金子。她愣住，她看向王氏，王氏眼神闪躲：你爹给你的你就拿着，反正你们全都不是好东西，给那些臭烂货还不如给你。小声的骂完，王氏又狠狠地用棍子拍打起了床铺。我打死你这烂货，天天拿猪食给我吃，你们这些烂良心的，迟早要被天打五雷轰。
苏小芝看着王氏的棍子都打在床沿上，没有真的打他。他含着泪拿走了金子。苏老爷子没再抓着他，而是慢慢的闭上了眼睛。苏小芝狼狈的从屋内出去，外面李氏和周氏纯属是在看热闹，看着苏小芝狼狈的出来。苏小芝回到家里，看着胡长寿还跪着，他过去把金子拿给胡长寿看。寿哥儿，你看，这是你外公给我的，你要没有做错，他们把这个给了我。一块金子价格不菲，慰藉了苏小芝七零八落的心，让她有勇气坚信她做的没错。那恭喜娘了，有了这个金子，娘身上的痛就不会痛了，娘觉得高兴就好。胡长寿看着苏小芝有许多伤痕的手，有的淤青就是被王氏打的，看得见的地方都这么多，那看不见的呢？胡长寿的讽刺让苏小芝心口生疼，羞愧无助地收回手，不知道是想把金子藏起来，还是把手藏起来。苏小芝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放在胡长寿面前的饭食，胡长寿一口没动过。明明得了一块金子，明明他觉得他的付出不是白付出，可心里怎么还这么痛？苏小芝跪坐在地上，我的儿啊，你别折磨娘好不好？娘求求你了，娘的心里好痛啊！我没有折磨娘，我只是把您要的还给您而已。我哪里有资格折磨您？一直都是您在折磨我们而已。您这些话，应该从未在外公外婆面前说过吧？胡长寿冷漠地看着苏小芝，苏小芝只觉得他冷漠的眼神太刺痛，逼着他去面对他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他何曾在王氏面前说过这些话？哪怕是被打了，他也只会哭，他根本不敢。获得一块金子的喜悦早已消灭，只有更多的痛心涌上心头来。胡长寿闭上眼，任由苏小芝痛彻心扉的哭。苏小芝哭了之后也会缓过来。等到第二天天亮，苏小芝局促不安地在胡长寿身边周旋。胡长寿睁开眼，眼神依然冷漠，他眼里有些血丝。马上1天了，您不拿走我的话，我就要走了。寿哥儿，你让娘怎么下得去手啊？娘怎么能要你的命啊？娘做这些也不是为了要你性命，娘是希望你好好活着呀。哼，您怎么下不去手了？您不是已经取走了我半条活命的机会吗？再把剩下的也拿走，不算什么，是我欠你的，我该还给你的。不！胡长寿没理会，他抬头看了看天色，缓缓起身，跪了1天1夜，他的膝盖有些疼和僵硬，他走路走得很不自然。苏小芝想叫住胡长寿，胡长寿却是一步也没停，连迟疑也没有，只有他冰冷无情的声音传进苏小芝耳里：你要拿刀杀我，你就来，我把命还给你。除了这句话，胡长寿别的一个字也不说。他走得不快，苏小芝要是想杀他，完全追得上。苏小芝只是踉跄的几步就跪在了地上，眼睁睁地看着胡长寿越走越远。他后悔了，要知道是这样，他昨天就不会阻拦胡长寿跟着苏小璐去。苏小芝像是疯魔一样抽打自己耳光，他的疯魔也没有换来胡长寿回头，只有他逐渐消失的背影。苏小芝麻木地坐在地上很久很久，她像是失了魂，如同行尸走肉去做脑子里记住的事情，煮饭洗衣，然后为苏老爷子和王氏送去。她做好这一切，打开门却被一个身影拦住了。她呆呆地看着面前这个小童。小孩，你需要我帮忙吗？多谢元人，我不需要你帮我，我是来帮你的。牛仔露出和善笑容。帮我？你帮不了我，没有人能够帮我。苏小芝没有再多说话，错过牛仔便朝着村内走去了。苏小芝怎么也没想到，这次她刚刚进院子，苏大郎和苏二郎就愤怒地朝着她走来了。苏大郎先一耳光甩在了苏小芝脸上。贱货，你昨晚给爹娘吃了什么？你给爹娘下毒，
还当你是个好心的，没想到你竟然是个毒妇，竟然毒杀自己的亲爹亲娘。四妹，你太让二哥失望了，原以为你是好心照顾爹娘，没想到你竟然有如此祸心。啊，爹娘怎么了？他茫然地看着，看见了屋子挂着的白帆，看见了停放在堂屋的2口棺木。苏小芝在瞬间如遭雷击，苏家的动静如此之大，已经引来了左邻右舍的围观。人们纷纷来看，苏大郎和苏二郎已经愤怒地把事情告诉给大家听。人们听了唏嘘不已，但这家人的事情谁知道呢？我们说的是不是真的？看看苏小芝身上有没有赃物就知道了。李氏气焰高涨，他大呼一声，就和周氏一起上手搜身了。你是来帮我的，你怎么帮我？原人答应便会知晓。那，你帮我，你帮我！苏小芝颤抖的伸手抓着牛仔的袖子。原人若是答应以一滴泪作为报酬，那我们的交易便达成了。要报酬吗？是的，这世上所有往来所求的都是一个回报，不是吗？苏小芝愣了一下，她张了张口，看着牛仔。那会有回报吗？有的有，有的没有。苏小芝捏紧手心，眼中迸发出浓烈的怨恨。你也说了，有的有回报，有的没有回报。你帮了我也不一定会有回报，但你不帮我就一定没有。所以有什么回报，等你帮了我再说。原人说的很对，但没有回报，我也可以选择不做。在我看来，没有回报的事情我是一定不会做的。原人不愿答应，那便再见了。说着，牛仔转身敲打着盲杖慢慢离开，他毫不犹豫，丝毫没有回头的意思。苏小芝看着牛仔的身影，只觉得那是一束光在离他远去。苏小芝顿了几息，突然就拼命地朝着牛仔追去。啊，别走，别走，我答应你，请你帮帮我吧。他踉跄地追上牛仔，带着脏污的手抓住牛仔的衣服，崩溃而绝望地苦苦哀求。他需要帮助，他不能失去这次机会，不然他会活不下去的。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做才是对的。他做了他觉得对的事情，但他太难过了，太难过了。原人答应了吗？啊，我答应。那好吧。苏小芝听到“好”这个字，才彻底放松下来。他原地坐着，崩溃的落泪，大哭一场。牛仔也不催促他，就一直等着他。他安安静静地站在苏小芝身边。苏小芝好多次都觉得他会走，但他一直都在，看着是个孩童，可不知道怎么的，莫名觉得心安。苏小芝心里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这份直觉告诉他，牛仔真的能帮他从这些痛苦之中走出来。苏小芝哭累了，哭够了，她起身来。仙人，我该怎么称呼你呢？原人叫我牛道士就好。牛道士，你从哪儿来呀？苏小芝下意识地询问，她发现牛仔的眼睛好像有些问题，似乎是看不见。她狐疑地在牛仔眼前伸手晃了晃，牛仔似乎没有察觉到。我从无根处来，可解天下人苦难。哦，我没有多少银子了，也可以吗？苏小芝心里有些没底，她心里有些恍惚，感觉能相信，但又怕是骗子。我收走的报酬不是银子，取你一滴泪就行了。牛仔面色从容不变，不管苏小芝是何种心境，他始终保持着他最初的样子。只要一滴泪，这怎么能成为报酬呢？苏小芝只觉得心里酸涩，泛起了泪珠。她的泪珠是最不值钱的，她经常哭很多很多次。可有一天，她这最不值钱的东西竟然成为别人所要的报酬，她的心情有些复杂。回了屋，苏小芝让牛仔坐下，她则是去给牛仔准备热水。